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辽宁丹东这一块，离鸭绿江很近了，其实就在旁边。今天我们是来看万里长城。长城其实之前我们看了许多，你像河西走廊的，以及陕北的、山西的、河北的，每一段长城都有它的特点，都有它的故事。今天我们看的长城呢，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。可能很多人会奇怪，长城东端的起点不是在山海关的老龙头吗？去年我也去过。后面呢，有很多粉丝朋友说，万里长城真正的起点呢是在鸭绿江河畔，在辽宁丹东。后来我去查了一下，好像真的是如此。这一块呢有一个釜山长城，就是那个长城的东端起点。这一座长城呢，发现的比较晚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的。在历史当中，资料确实也记载着长城的起点是在鸭绿江，可能在以前是没有被人发现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这个起点看一看，据说是非常陡峭，也非常有意思啊，离朝鲜也很近。现在已经来到景区里面了，这边的门票是60块钱。虎山长城前面那个建筑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？一般说的就是关城。万里长城呢，沿线是有非常多的关口，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雁门关、嘉峪关、山海关。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关口，可能就不太出名。像这个虎山长城，在以前呢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毕竟明朝灭亡了，长城基本就没有发挥作用了，后面就慢慢的废弃了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人熟知，才通过考证确定万里长城跟史书上记载起点在鸭绿江畔是符合的。这里的长城为什么会叫釜山长城呢？你看上面是长城，通过这样一路到山上，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。那么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山呢，它是叫做虎山，它是由2座山峰的并排而立，高耸入云，像2只竖立的老虎的耳朵，因此呢又称虎耳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它的名字逐渐就变成人们说的虎山。这个虎山地势非常陡峭，临鸭绿江，与朝鲜隔江相望。等一下我们就上去能够看到。去看长城之前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叫一步跨，就是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朝鲜，非常近呐。在这里很多便利店写的是朝鲜商品、中朝百货，因为这里靠近朝鲜非常近呐。这一块就是长城了，旁边还有角楼，等一下我们得上去走一走，通过这一块到达那个虎山的山顶。也要介绍一下这个万里长城当时修建的历史，以及为什么会消亡，为什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人们发现，这些都是经过修缮的。我估计以前的是没有这个通道的。我们看到现在是有台阶上去的，在原本的长城这一块肯定是没有的。这边就是一步跨，咫尺之遥嘛，也就是说离朝鲜是非常近的。我们来看看对面是什么样子的，可能就不到10米吧，5米可能就是。看不到什么，如果是有时候机会好的话，能够看到他们附近的人在种地。中朝边境一步跨，这边现在是看不到什么，等一下走到那个山顶，长城的起点，我们就能够远望一下朝鲜。釜山长城现在就准备上去参观了。这个地方人不是那么多啊，如果是去鸭绿江河畔的话，人肯定是非常多的。这一个关口明显看得出来是新修的，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啊？我猜想当时在这里应该是没有关口，可能得走一段时间才会出现。明长城遗址虎山段，现在准备上去了。这一块还是比较陡峭的，它是建在石山上面。长城它可以说是各种地质环境都有，山谷当中、河流当中、山顶、平原、黄土高原、戈壁、沙漠都有啊。因为长城万里嘛，从鸭绿江到嘉峪关那么长，各种地质环境都有的。走上来感觉确实是比较震撼的。
尽管说这一段是新修的，但是也能看出它的气势。现在我们一直往山上走，这个长城上面是比较宽敞的。我猜想啊，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么宽敞。这个虎山长城是修建于公元1469年，是大明皇帝朱见深成化的时候。为什么会他修建呢？我们来简单说一下。在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呢就开始修建一部分长城，那个是一些特定的地方，像嘉峪关，包括雁门关那一些，都会修建一些长城。当时呢，大明王朝和蒙古那些就是瓦剌达达呀，还是相对来说属于强势地位。大明王朝属于进攻，后面到了大明战神朱祁镇时期，发生了一个土木堡之变吧，大明王朝和瓦剌达达就反过来了，处于防守的。在整个国家经过朱祁镇一系列的操作下，可以说是千疮百孔，到处都有问题。在当时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很多问题，还有很多人起义。朱见深继承皇位之后，他就要把他爹的那个烂摊子收拾好，特别是东北这一块呀，以前是属于大明王朝管辖的，后面经过土木堡之变之后，东北这一边呢，大明王朝的势力也衰落了，特别是东北女真在那个时候开始崛起。那么成化朱见深呢，就要开始把东北管理好，他们就在东北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打击东北女真。后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，他为了防止他们飞复，进而呢就开始修建长城，在釜山这一块修建一部分长城，算是也是一道军事防御体系。那么这个虎山长城就保存下来了。从公元1469年到公元1600年左右，这个虎山长城呢，差不多是存在了100多年。后面是到了努尔哈赤，也就是后金崛起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把东北占领了，这个虎山长城就没有必要存在了，他就把这个长城拆除了，并且努尔哈赤当时是禁止关内的人过东北，那么这个虎山长城就没有了，导致呢，大部分人都认为万里长城的起点是在山海关的老龙头，因为山海关外面基本上都是被后金、皇太极那边占领了嘛，那么长城肯定是被他全部拆除了。后面是到了上个世纪92年，人们呢才发现这里有一段长城遗址，然后经过考证，经过仔细分析，最终呢确定了这里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城的起点。因为按照在《明史兵注》中曾有记载，中明之势，边防甚重，东起鸭绿，西至嘉峪，可见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是从鸭绿江开始的。那么当时专家就经过这里的确切考证，就确定了这里是9号空心敌楼，也是我们俗称的角楼吧，是2层的，上面是防御的，下面呢一般是放置武器、存放粮食、存放东西的。然后士兵值守的话，可能也会在这里面休息。我们在那个河北那些看长城看的是比较清楚了。这个敌楼是非常大的，这些看起来全部是那个新修的，因为原版的刚刚说了嘛，在努尔哈赤那个时期已经拆除了差不多了。我们刚才看到的9号敌楼，其实离那个山顶不是很远，敌楼这么多，就证明当时大明王朝把这一段长城看的是非常重要。长城的话，敌楼越多，就证明这个地方越重要。因为敌楼越多，守卫的士兵也多，存放的武器、存放的物资也越多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大明王朝在东北的一道重要航线。可惜的是，最后就损毁了吧。前方这里是属于8号敌楼，原本的敌楼都是差不多这样的。我们在河北看过一些原始的敌楼，内部结构都差不多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它这个敌楼是怎么上去的？因为我们在看那个原始的长城，它上面是有个通道的，就相当于是可以爬楼梯上去，这里没有看到。
哦，在这里有台阶，在以前可没有这种台阶啊。这个是可能为了大家方便弄了一个台阶。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河北、山西交界的那些地方，看那些长城就知道了，全部是通过梯子爬上去的。哇，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长城在那一块是非常陡峭的，感觉都是垂直一样的。等一下我们得爬上去，视频里面可能看不清楚啊，但是我现在能够看得到。在当时这个敌楼角楼上面，时时刻刻都有人值守的。在明朝，他们那种制度啊，基本上世袭制，我们也讲过很多次。比方说，他们这些士兵在这里镇守，那么他的后代基本呢也是在这一块，就是世世代代，真的是没怎么变化。要改变的话是很难，因为明朝实行的那种制度真的太严格了。从这个敌楼下来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上面是有一个房子。那个是在上面值守的人临时休息的，因为这些地方肯定会碰到下雨嘛，那么他们不可能躲在下面来，因为时时刻要在上面观察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个休息场所。这边的环境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。你像我们去年在河西走廊看到的那些万里长城，基本上都是在戈壁沙漠当中。你想一想，在几百年前，士兵守卫那个长城是多么的艰辛呢？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无人区生活，而且是世世代代的，碰到冬天就更不得了了。从而说，在明朝那些士兵镇守是挺辛苦的。说了这么久的长城，我们还得来仔细介绍一下长城的历史。我们大家对长城都比较熟悉，不过呢，可能听到最多的就是秦始皇时期的长城，因为有一个典故嘛，孟姜女哭倒长城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明朝修建的长城。那其实呢，中国的长城它是有非常厚重的历史，它修建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。长城又叫做万里长城，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事，也可以说是一道城墙。不过呢，它不是孤立的城墙，它有配套很多。我们刚刚看的敌楼，它还有一些古堡、烽火台，是一套整个防御体系。长城修建的历史是非常早啊，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，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奴隶制社会。有一个著名的典故“烽火戏诸侯”，就是源于长城。烽火台嘛，点烽火，所有敌人来攻击了。我们在河西走廊现在还能看到一些烽火台的遗址呢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相当于是进入修筑长城的一个高潮时期。首先呢，当时七国征战，我们说的是战国啊，春秋更早的时候有更多的国家，那么为了防御，就会修建这些长城进行阻隔。还有一点呢，当时到了战国时期，北方匈奴逐渐强大起来了，特别是赵国，他防范匈奴也修了一道长城。赵国有长城，魏国有长城，韩国也有长城，基本上每一个诸侯国都在修。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他就把那些以前的长城连接起来了，并且修缮，从而开始有了万里长城的称呼。我们说的孟姜女哭倒长城就是那个时期的故事。不过呢，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有一点虚构的，因为孟姜女和秦始皇他们两个人隔的年代非常远了，差不多100多年。这是我们说的秦朝。那到了第二个封建王朝汉朝，它同样开始修建长城，因为那个时期匈奴实力还是比较强大嘛。我们在河西走廊能够看到很多汉长城，不过呢，就是由于2000多年的历史，可能呢风化的比较厉害。可以这样说吧，从秦始皇以后，凡是统治中原地区的朝代，几乎都要修建长城。你像汉朝、晋朝、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有。隋唐那么强大，它同样要修建长城。到了明朝，又是大规模的修建长城。到了清朝结束，
可以这样说，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，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，这个长城呢一直没有停止修建过。从而说，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、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，分布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。长城我们一直都在说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，到清朝就差不多停止修建了。那其实清朝长城继续在修。我们一般说它停止修建，主要是由于康熙时期他下令了一个不修边墙的命令，也就是说不修长城。但实际呢，到了清朝中后期，它还是修建了长城，不过呢，它作用不一样，它不是在北边修，而是可能是在黄河附近修建。它主要是为了防范当时那些起义，它北边游牧就不用防御了。也就是说，清朝的长城跟历朝历代长城的位置作用有点区别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大部分是明代留下来的，因为时间离我们相对来说近一点，保存的比较完整，并且呢，明朝修建的长城比较长啊，长城万里，一般说的就是明朝的。它修建是分为3个时段，第一呢，就是早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国力强盛，当时呢就在北边设置了一些长城。到了明朝中叶，就是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，我们一开始说了攻守转换，那么他们就得抵挡瓦剌鞑靼的那个犯兵，迫使呢他们就把长城要更一进一步的修建。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内长城。到了明朝中后期，由于东北女真的崛起，他们又把长城进行了修缮。这就是长城的一些来源历史。那现在我们继续去看一看这个釜山长城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城，走的这个长城看起来是比较气派，全部是砖结构，也比较宽敞。那么按照实际来讲，我觉得在当时修建这座釜山长城的时候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主要是当时明王朝的财政实力没有那么富裕，不可能全部是用砖结构修建的长城。一开始的话，可能会用一些砖，但是呢，里面也同样会用夯土。可能是到了明朝万历时期，才会对这个长城进行包砖，或者全部用砖去建造。这主要是跟明朝的那个经济有关系。明朝经济其实有2个阶段，或者是3个阶段。第一呢，就是朱元璋和朱棣时期，国力强盛，经济也还好。那到了后面土木堡发生之后，就不太好了。后面是由于张居正改革，使得明朝的那国力又强了，国库有钱了，就会大力搞建设。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明朝万历留下来的建筑，这就是原因。长城的作用就是军事防御，抵挡那个游牧民族的那个侵袭。那么是不是阻挡大规模的骑兵呢？其实并不是啊，而是阻挡小股骑兵、少股的那些游牧民族的侵扰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这里是长城，刚好是一个分界线，旁边那里是平原，这边呢也是平原。那么这一座山就把中原王朝和游牧王朝分割开了。游牧民族的骑兵，他要大规模过来，有这种山挡住，基本上是不可能过来的。那么他就会派带小股骑兵来这边各个地方缺口啊，这样过去。他过来是干嘛的呢？小股骑兵主要是对中原王朝这些农耕文明进行侵扰。你如果说经常有骑兵过来，那么百姓种植的这粮食、种植的土地啊，就根本就没法去弄。那有了这个长城，就能够阻挡这些小股骑兵的侵袭，那么农耕文明呢才能够进行很好的生产。这就是长城的作用。这一块的长城是一直连接到这个山顶的，我们要爬到山顶上去。走到这里，确实感觉这座山有点像老虎的耳朵啊，大家看像不像？在很多地方，各种山也好，或者各种河流也好，以及呢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形容成动物的形状。你看，这里还有提示：
前方为陡峭、险峻路段，老人儿童谨慎攀爬。当时他们选择在这里建造长城，也是考虑了综合因素的。修建长城的地方都是考虑到那个防御的，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军事要塞。山下的长城这一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然后山比较陡峭，它没法修，可能就弄了一些栈道上去。在顶部的话，同样也是有长城的，也有敌楼。现在要爬上去看有多陡峭啊！现在是这么好走，我估计以前的话可能更难。那些士兵真不容易啊，在这一块反复的提醒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恐高的人不要走这些地方。现在只是一部分，上面还更陡峭。这应该是我见过最陡峭的长城。之前我们走了很多地方，也没有看到这么陡峭的。以前这里估计就是真正的羊肠小道。你看，都是要手脚并用才能走的，没有这个栏杆是不敢爬的。嚯，又是陡峭的。我在这里其实不光想到陡峭，主要是想到当年驻守在这里的士兵，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是非常艰苦的，每天要上下，并且当时这些长城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修缮、自己维护的。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山顶，这里呢就是整个这一块长城的最高点，也是一座敌楼。内部空间跟我们刚才看的是一样的，我们主要是去那个敌楼里面看一看对面的朝鲜，因为在这个山脚下面就是鸭绿江。在这个下面可以看到鸭绿江冲出一个小岛，上面是有人居住的，也是属于朝鲜的人。听到汽车的响声，不知道在哪个位置。有机器在耕地，也有用牛在拉犁。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，我也很久没见过了。以前小时候是可以看到有牛拉地的。现在在平原地区耕地或者是收割，基本上都是用机器，而用传统的牛拉是比较少见了。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牛和机器一起，搞不明白。在耕地旁边有一片房屋，明显的看得出来应该是统一设计、统一建造的，主要是他们排列的比较规整。这个不知道是一个乡镇、城镇还是农村，我猜想可能是一个乡镇吧。朝鲜的农村房屋应该没有这么好。站在这里看的话，对面算是一个大平原，不过呢再过去一点也是属于大山了。反正站在这里看，发现对面很多村落都是在大山上面，或者是说它一些城镇、县城也是在山上。站在这里是有点远，过2天我们在鸭绿江上面坐船，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。那到这里万里长城的起点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